這是我見過最牛批的荒野生存女強人，已經懷有幾個月身孕，卻被丈夫無情掃地出門，只能孤苦伶仃一個人来到深山裡搭建房屋，只為自己和肚中的寶宝能繼續生存下去。今天也是她被丈夫趕出家門的第13天了。天刚蒙蒙亮，阿平就早早的起床幹活了。她看了看门前的空地，觉得這裡應該合理利用一下。只見阿平直接點燃了這片草地，隨後火苗呼呼地燒起來。阿平原來要在這裡打造一個美麗的入戶花園，不一會兒這片地就被收拾得乾乾淨淨。緊接着他又跑到土坡下點燃了這片草地，然後為下一步搭建做準備。等這些雜草全部燒成灰後，阿平抄起鏟子和鋤頭就開始挖土了。野外生活对於阿平雖然又苦又累，可阿平他始終沒有抱怨這樣的生活，感覺他渾身都是勁兒。阿平用實際行動證明，離開他那可惡的前夫後，自己也能過得很好。挖好地基後，他搬來了一些樹幹和竹子，對着這些竹子和樹根進行測量和研究。阿平準備在這裡做一個小小的雜物間，說幹就幹，把這些木頭全部按一定的尺寸鋸好。隨後阿平便把這些木头全部放到山坡上，緊接着便在下方開始挖洞了。這些洞挖好之後，阿平又找了幾根結實的木棍，把這些木棍放進去當作柱子，然後再放一根木頭當作房子的橫梁，接着再鋪上砍好的樹幹和竹子。看到這兒，估計大家都在納悶他這是要幹啥。原來阿平打算把山泉水引到這裡做成洗漱台，這樣阿平就能合理的利用這些構造進行排水。不得不說，這想法也太絕了。不過全木頭的台面真擔心他踩上去會不會不穩啊。剛鋪完木頭，阿平沒有選擇休息，背上柴刀和箩筐又朝着山裡出發了。懷孕還這麼拼，這魄力真的沒人能比。那麼他這次進山又會有什麼新發現呢？阿平走在山間小路上，突然眼前出現一片木瓜林。阿平沒有猶豫，當即就摘下一個很大的木瓜。高處的木瓜夠不着阿平，就直接柴刀砍下來。阿平非常高興，感受着這片土地對他的饋贈。可即便這樣，還有一些木瓜長得非常高，可這也難不倒阿平。只見他在抄起一根長木棍，然後拿着木棍對着樹頂的木瓜串一頓猛戳，不一會兒就木瓜咚咚往下掉。他一邊踮腳去接，一邊側身躲開砸落的果子。阿平每一個動作都驚險萬分，既要擔心木瓜摔爛，又要提防被砸到。這波操作看得人手心冒汗。然而小心翼翼的阿平避免了此事的發生，沒一會兒就把箩筐塞得滿滿當當。這一筐木瓜少說也有30-40斤。阿平咬着牙把箩筐搬到稍微高一點的地方，他彎下腰冒足了勁兒，隨後硬生生把沉甸甸的木瓜背了起來，肚子被壓得往前頂，走路都感覺有些不穩，這讓旁邊的山羊都看呆了，直勾勾地盯着阿平，仿佛在說這人類也太猛了吧。阿平背着木瓜走了好幾里山路，最後他終於来到街邊開始擺攤。阿平滿懷期待地把這些木瓜擺了出來，靜靜等待着客戶的上門。時間不長，終於來了一位要買瓜的小姐姐。眼瞅着小姐姐路過，他立刻熱情上前推銷：這是我在山裡現摘的木瓜，純天然没打藥，孕婦吃着都安心。小姐姐看了后覺得這些瓜賣相不錯，隨後就當場買了2個。拿到錢的阿平心裡別提多高興了，這讓阿平覺得付出總會有收穫。騎摩托的大哥也是非常的給力，看見木瓜表皮綠油油的成色特別好，大手一揮就向阿平買了幾個。而對面一直觀望的姑娘見木瓜快賣完了，趕緊就過來打包了好幾個。阿平接過錢，臉上笑開了花，感覺之前的辛苦瞬間都值了。到了這時，阿平就剩下2個木瓜了。他等了好久都沒人買，於是便打算收攤，想着回家給肚子裡的小寶貝做木瓜大餐去。從山裡摘果再到街頭叫賣，這位懷孕媽媽把荒野求生的日子過得風生水起。阿平用實力證明女人的韌性和堅強可以超乎想象。他前腳剛賣完木瓜，後腳就直奔商店。原來他早和老板訂好了一捆水管，要知道這每一分錢都是他摘木瓜擺攤攢下來的血汗錢。阿平要實現一件大事，把山泉水引進庇護所。
跟老板交代好後，就扛着沉甸甸的水管往山裡走。這山路又陡又長，那畫面看着就讓人揪心。阿平咬着牙背着沉重的水管向前走去，可他愣是没喊一声累。好在没走多遠，阿平終於來到了山泉水的出口。他把水管一頭綁在結實的植物上，隨後便拖着這些長長的水管往家方向走去，邊走還邊把水管往路邊挪，生怕绊到過路的人。等走到之前搭好的閣樓時，水管長度竟然分毫不差。阿平計算的也太準確了吧！他回去的时候還不忘把這個水管重新擺放一下，直到阿平回到了凸泉水口，然後就解開了水管。只見阿平在泉眼處挖了個小水坑，然後把水管穩穩放進去，再蓋上石頭壓實。為了讓水更乾淨，他還特意等了一會兒才回去。當阿平回到房屋後，看着清涼的山泉水順着管道哗哗流進庇護所，阿平捧起水洗臉的那一刻，隔着屏幕都感受到了那份暢快。從此他在山裡也有了免費又天然的自來水，這生存智慧真的讓人很是敬佩。